800年前，天竺人罗摩来至中原弘法，其死后尸体被人盗取，并分为上下2个部分。传说拿到罗摩尸体的人，不仅能练成绝世武功，称霸武林，还可以让眼睛复明，甚至可以让太监变成正常男人，比仙丹还好用。因此，江湖上掀起一阵腥风血雨，令人闻风丧胆。黑石杀手集团也蠢蠢欲动。听闻罗摩的半截身体就藏在当朝首辅张海端的府中，黑石组织首领转轮王立刻率众徒倾巢出动，将张府屠了个干净。女杀手细雨一剑刺死张海端，夺得了摩罗遗体。可他刚过桥，张海端的儿子张仁凤就追了过来，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干就完了。可张仁凤实力不济，被细雨一剑刺中心脏暴毙。这时，一个叫陆竹的僧人出现在细雨身后，陆竹为来晚了一步而感到叹息。自此，陆竹和细雨缠斗3个月之久。期间，陆竹看出细雨的避水剑法有4招没有学全，倘若是以后对敌，肯定性命难保。可细雨不服，执意要和陆竹分个高下。关键时刻，陆竹突然收手，任由细雨的剑刺穿自己。他将佛珠放在细雨剑上，劝细雨离开这个纷争的江湖，希望他能将罗摩遗体送到云和寺。陆竹最后说了一段话：我愿化作石桥，受500年风吹，500年日晒，500年雨打，但求此少女从桥上经过。陆竹用自己的生命点化了细雨，细雨终于大彻大悟，遂找到神医李鬼手，求他帮自己改头换面。鬼手削去细雨的颧骨，用药粉敷上。几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细雨换了一张新面孔。他按照陆竹最后的遗愿，将罗摩遗体带回了云和寺。之后，细雨改名曾静，退隐江湖，从此不问世事。他伪装成了一个小摊小贩，终日过着普通的生活。可黑石的老大轮转王始终没有放弃寻找细雨的下落。为了填补细雨的位置，他命手下采西施去通州找一个叫叶占清的女子。叶占清是个心狠手辣的人，新婚之夜，她就因为丈夫房事不行而杀害了丈夫一家。通州县衙判处叶占清斩了一决。采西施赶到后，将龟息散放在叶占清的断头饭里，服下龟息散的人12时辰之内气息全无，就跟死了没两样。叶占清成功逃过一劫，轮转王说服他加入了自己的麾下。与此同时，一个叫江阿生的青年总是有意无意地接近着曾静，他也会经常帮曾静的忙，曾静对他渐生好感，两人经常在同一屋檐下避雨。久而久之，曾静的好感化作了爱意。又是一个雨天，曾静询问江阿生愿不愿意娶自己，江阿生求之不得，两人顺利的拜堂成亲。婚后的日子平淡如水，两人相互扶持，虽然有些清苦，但也乐在其中。这天，两人去钱庄里兑换银子，突然一帮劫匪杀了进来，二话不说，直接将在场的所有人点了穴，瘫软在地。谁知首领并不是为了抢劫，而是要寻找罗摩遗体，因为他收到消息称有人将半具罗摩遗体送了过来。见库房里没有遗体的下落，头领知道消息有假，他直接让手下杀了所有人灭口。曾静本想在丈夫面前隐藏自己的实力，可眼看着丈夫遇险，曾静不再隐藏身份，亮出真功夫，3下5除2，徒手就制服了所有劫匪。曾静还给头领一个教训，直接戳瞎了他的双眼。回家之后，夫妻俩沉默良久，曾静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武功，正要开口时，丈夫阻止了她。他不在乎曾静的过去，只在乎当下的生活。一番甜言蜜语后，曾静感动不已。夜晚，轮转王命人押出白天的头领，他让头领使出白天那个女人的招式。轮转王眼光毒辣，只一招便看出是细雨所为。他立刻召唤雷斌、叶占清、采西施3个杀手集合。细雨武功高强，只有3个人一起上，才有把握拿下细雨。第二天，如往常一样生活的曾静突然看到了屋顶上的雷斌，他火急火燎地赶回家中，就看到桌上放着3块黑石。曾静心知不妙，被黑石盯上的话，插翅也难逃。她不想让丈夫搅和进来，于是点燃了迷魂香。看到丈夫沉沉的睡去，曾静才飞身取下藏在房梁上的避水剑，然后将门窗打开，静候黑石杀手的到来。月黑风高，杀手3人组直奔曾静房内。曾静只是修补着鞋子，丝毫没有把3人放在眼里。采西施观察着曾静的脸庞，他确认无误，曾静就是细雨。一个人的脸也许可以改变，但杀气和眼神永远改变不了。叶占清不服气，执意要试探曾静的底细，可他一招过去，反而被曾静扇了一个耳光。剑拔弩张之时，轮转王赶到，确认过眼神后，他让曾静交出那一半的摩罗遗体。
曾静为了保住自己和丈夫的性命，点头答应。可轮转王并不满足于此，他告诉曾静，不久后空洞派的紫青双剑会带着另一半摩罗遗体来这里和京城首富张大京交易，那时要曾静协助他们抢夺遗体。曾静受迫于人，不敢拒绝。深夜，轮转王在房间里面细数着厚厚的银票，这时叶战清持剑出现在身后，轮转王怂恿叶战清杀了自己，可叶战清没有上当，他默默地脱掉身上所有的衣服，想色诱轮转王。但轮转王看着这具美艳的胴体，却无动于衷。数天之后，紫青双剑带着一半罗摩遗体到了此地，准备和张大京交易。雷斌向曾静科普说，原本紫青双剑是一对师徒，可后面莫名其妙地搞到了一起，成了夫妻。这种有违人伦的事情，在江湖上还是头一遭。张大京虽然很有钱，但他是个残疾人，听说罗摩遗体有生残补缺神奇功效，便在江湖上传出消息，自己要收购罗摩遗体的事情。交易那天晚上，曾静从自己的墓里拿出了藏匿多年的罗摩遗体之后，奔赴交易现场。张大京手捧罗摩遗体，却发现其中有一具是假的，双方立刻大打出手。谁知紫青双剑中的女子突然反水，刺死了丈夫，然后带着罗摩遗体逃之夭夭。曾静和采西施立刻追赶，但采西施更快一步，他杀死了那名女子之后，打算把罗摩遗体据为己有。原来他现在的身体已经千疮百孔，时日无多。假如罗摩遗体真的有那种功效，那为什么不自己留着？此时其他几人陆续赶到了现场，采西施自知不是轮转王的对手，于是便策反曾静和雷斌，和自己联手对付轮转王。事成后，遗体归自己所有，曾静回去过安稳日子，雷斌则可以独享轮转王的所有财富。曾静不想卷入纷争，放下那半截遗体之后转身离开。可叶战清不想放走他，一番交手之后，曾静手下留情，没有伤及叶战清性命。见曾静拖住了叶战清，采西施亮出了火刀，和轮转王扭打在一起。雷斌在犹豫良久之后，选择了站在轮转王这边。采西施眼见不妙，便想逃走，可雷斌射出数道银针挡住了采西施，采西施也被轮转王追上，一剑刺死。解决了采西施之后，轮转王盯上了曾静，他指出当年传授曾静碧水剑法时，曾经有4招没有教他，这4招也是曾静剑法最大的破绽。说完便出剑刺向曾静，果如轮转王所说，曾静的剑法有漏洞，几招之后便挂了彩。曾静自知不敌，翻墙逃走。轮转王也没有继续追赶，而是拿起了罗摩遗体后离开。伤重的曾静逃回家里，劝丈夫立刻离开京城。可他话还没有说完，就晕倒在地。江阿生细心地替妻子盖好被子，紧接着他拆掉了门窗，搬开地上的砖块，开始挖掘藏在地下的东西。这时雷斌和叶战清赶到，两人开始出言嘲讽，可江阿生却不慌不忙地抽出土里的一把生锈的长剑，开始临阵磨剑。期间，江阿生点出雷斌的飞针只适用于空旷地带，而在房间内，他的飞针可施展不开。雷斌一听，知道江阿生非等闲之辈，于是抢先出手，飞针偷袭，但被江阿生悉数挡下。他用布抹掉了剑上的锈迹，接着他又从土里拿出了另一把短剑。雷斌瞬间认出，这一长一短的2把剑，正是当年被杀的张海端之子张仁凤的武器。可他不是已经死了吗？雷斌惊疑未定，江阿生便已经杀了过来。叶战清和雷斌两人一起围攻江阿生，即使面对两人的攻击，江阿生依旧不落下风，反而和2个人打得有来有回。叶战清眼见拿不下江阿生，便想偷袭曾静，但被江阿生及时拦下。雷斌继续扔出飞针，但江阿生举起椅子挡下了所有飞针。随后隔着椅子一剑刺穿了雷斌的胸口，叶战清眼见不妙就想跑，江阿生一剑过去砍到了叶战清的后背。另一边，轮转王手捧信件，跟在一个小太监后面。原来这位名震江湖的轮转王其实是个太监，自幼就被阉割的他夺取罗摩遗体，也只是为了恢复男儿身。而江阿生早就已经查出他的真实身份，他悄悄拿走了轮转王藏好的罗摩遗体，和轮转王约定明日4更时分云和寺见面。轮转王火急火燎地赶回家里，发现罗摩遗体真的被拿走了。此时叶战清来找轮转王疗伤，轮转王身体力行地替他疗伤。可聊着聊着，轮转王的手开始不安分起来，两人惺惺相惜，情不自禁。到了关键时刻，叶战清突然发现轮转王身上少了一样东西，叶战清大惊失色。轮转王是太监的秘密，不攻自破。轮转王拼命解释，自己现在虽然不算个男人，但再过不久，他就可以通过罗摩遗体将自己的宝贝长出来，到时候就可以让你幸福。
可叶战青却大声嗤笑轮转王。他告诉轮转王，自己当初之所以杀掉丈夫，就是因为他不行，而如今轮转王不是不行，而是完全没有。孰可忍，审不可忍啊！这一番话彻底激怒了轮转王。轮转王一招擒拿手就擒住了叶战青，然后将其活埋。呜呼哀哉，太可惜了。与此同时，江阿生和曾静摊牌，说自己确实是张人凤。当年细雨一剑刺中他的胸口，但没有刺中他的心脏，因为他的心脏和常人相反，长在右边，所以逃过一劫。活下来的他也找到了李鬼手，替自己易容，从此改名为江阿生。也正是从李鬼手那里得知了细雨换身份后的所在地。他接近曾静，只不过是为了将黑石一网打尽，替父报仇而已。江阿生声称自己从来都没有爱过曾静，可当要下手杀死曾静时，他却怎么也下不去手。这么多天的相处，他其实早已经爱上了这个女人。最终他决定放曾静离开这里，可曾静却和他动起了手。江阿生不忍杀曾静，手下留情之时，却被曾静点中穴道。曾静为江阿生服下鬼息丹，然后一剑刺入他的左胸，以此来制造江阿生被杀的假象。之后曾静点燃信号弹，吸引轮转王来此，她要替自己的丈夫除掉这个心腹大患。轮转王果然中计，可轮转王的武功实在高强，两人虽然都用的是碧水剑法，但轮转王的剑法招式更齐全。曾静怎么也打不过轮转王。望着丈夫的脸，曾静突然回忆起了和陆主打斗的那段时光。那时候他就已经暗中教过了破碧水剑法的杀招。曾静重新拿起长剑，按照陆主的招式挡开了轮转王的所有招式。始料不及的轮转王颇感意外，却已经无力回天，最后被曾静成功的反杀。可曾静也因失血过多倒在了地上。12个时辰之后，鬼息丹失效，江阿生得以重新站起身子。他抱着奄奄一息的曾静，永远的离开了这个地方。男女之间最难摆脱的就是一个情字。曾静是细雨，江阿生是张人凤，同住屋檐下的夫妻，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可当两人产生感情之后，张人凤便无法再对面前的仇人抱有仇恨，最终也只能放弃报仇，转身离开。这次第怎议情字了得？总的来说，整部电影演员演技出色，动作出彩，情节跌宕起伏，不过也不是没有一点瑕疵。正如导演在映后访谈时对于大 S 的表演所评价的那样，表演应该要更加开放一点，可以再拍的洒脱一点，露的不够，真的不够，不知道要露多少才算够呢？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喽，记得点赞、评论和转发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